近60亿人都被动漫里宝可梦的世界给骗了。你不会真的以为御三家是所有训练师的标配吧？其实那只不过是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特权，普通人就连得到一个精灵球也是奢望。你不会真的以为养一只精灵很容易吧？殊不知仅仅几块劣质的能量方块就能随便吃掉普通人1-2个月的全部积蓄。可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训练家，我还是决定要培养自己手里的独角虫。因此我不得不想办法尽快赚到更多的钱。但出身低微的我几次三番找工作，却始终被人拒绝。最终没想到，在我经过与小拉达的对战后，竟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希尔佛公司的测试，并且顺利地开始接到了第一组陪练客户。谁知正当我在给客户讲述训练家的本质时，突然听到他的妙蛙种子一声惨叫传来。第4集，伐木森林的猎血。妙蛙种子，你怎么了？我转头望去，就看见妙蛙种子一脸吃痛的表情。发生了什么？我沉声向独角虫问道。独角虫身体摆动着，想要解释什么，却怎么也无法表述清楚。最后，他与妙蛙种子对视一眼，给我和剑二再次演示了一遍发生的事情。原来刚才在他俩玩耍时，妙蛙种子为了展示他藤鞭的韧性，抽出藤鞭放在独角虫面前，让他咬咬看。可谁知道独角虫在啃咬时，突然被一股神奇能量勾动，也可能是恰巧激发出了他的潜力，竟然意外领悟了虫系招式虫咬，结果直接让妙蛙种子遭受了重创。要知道，虫咬是游戏中独角虫等级达到9级时所能学会的招式，但独角虫这种精灵一般等级达到7级就会进化成为铁壳蛹。我原本只有阻止独角虫的进化才能学会，又或者在游戏中通过招式学习器学习，但那是游戏，在现实世界中想要学会招式，只有在精灵符合某种特定的时机才有可能领悟。想来我的这只独角虫还是有些天赋的。不过眼前独角虫还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显然是还没弄清什么情况。不用紧张，你这是学会了新的招式，说明我们的训练有很好的效果。我摸了摸独角虫的后背，安抚道：好了，你去给妙蛙种子道个歉，我们等会就进行虫咬招式的特训，最好尽快让你能在战斗中灵活运用起来。独角虫乖巧地点了点头，很快爬到妙蛙种子面前，脆生生地道了个歉。而一旁的剑二这时终于回过了神，这就是训练家吗？对于我，他这次是真的服气了。虽然他在书上看过精灵领悟招式的阐述，但把独角虫这种不被看好的精灵作为初始精灵，并且培养和训练的有声有色，这和那些一开始就拥有强大精灵和大量资源的训练家给他带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看着发愣的剑二，我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剑二表情略微有些复杂。下个星期我们学校会组织去金黄市外的繁木森林冒险，为了安全考虑，学校允许我们邀请一名训练家一同前往，我想邀请你一起。一听这话，我眼睛一闪。对于我自己的斤两，我还是心知肚明的，于是坦言说道：你为什么不邀请一名更强的训练家？那样不是更安全吗？学校规定，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和适应野外的情况，所以不能邀请实力太强的训练家陪同。你放心，繁木森林中的野生精灵都不强，而且学校会在活动开始前派人进行最后一遍的清扫，到时候我们可能连对战都不一定发生。算算日子，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要知道，俱乐部不是没有这项服务，只不过陪练外出的价格更高。这次不管是从钱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锻炼独角虫的角度出发，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断然开口道：可以，我答应你。转眼来到5天后，独角虫使用虫咬。只见训练场地内，独角虫猛地扑向一只杰尼龟，嘴巴狠狠地啃在杰尼龟的尾巴上。杰尼龟吃疼，顿时眼泪直流。快停下！随着对面训练家的喊停，独角虫这才张开了嘴巴，跑到我的身边。今天就到这吧。没想到希尔佛俱乐部的独角虫都这么强，不愧是金黄市最大的俱乐部。那训练家感慨着，很快便离开了训练室。这是我今天的第3组客户。经过这几日的陪练，很多人已经改变了对独角虫的看法。而如今，独角虫正高昂地仰着脑袋，一副孤独求败的样子。我笑着弹了一下他的脑袋，说道：别太骄傲，之所以说你强，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过太多的独角虫，你和最强还有不小的差距。毕竟板木的大针锋给我的印象可太深了。如今独角虫所能学会的技能并不多，唯一还能增强实力的技能就是电网技能。可让一只虫系的精灵去开发电系的招式，属实有些为难他了。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对战，我发现独角虫的特性不是常见的磷粉，而是逃跑特性，属于隐藏特性。特性是每一只精灵所拥有的被动技能，而逃跑特性在游戏中作用很有限，仅至少在遭遇野生精灵时能100%逃跑。但没想到在这里还意外让独角虫速度有些不小的提升。不过就在我准备带着独角虫进行最后一轮训练时，没想到负责陪练任务安排的信奈却找到了我。前天俱乐部接到了金黄市埃尔斯精灵学校的任务，希望我们俱乐部可以派几个人明天去清扫金黄市外的繁木森林里可能有危险的精灵。因为难度不高，所以主管决定让初级陪练去做。主管的意思是你们各自负责一片区域，俱乐部会统计你们所击败和驱赶的精灵，这可能是你的一个机会，因为这次任务会关系到你初级陪练职称的晋升。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听到这话，我的表情有些奇怪，貌似一个繁木森林可以让我赚双份的钱。直到深夜，独角虫平稳的呼吸在我耳边起伏着，而我却睁着眼睛久久没有入睡，脑中隐隐约约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希尔佛公司的背后应该是火箭队吧。翌日清晨，我带着独角虫和俱乐部提供的拍摄装置，兴致勃勃地坐上了公交车前往繁木森林。刚下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香，但又夹杂着些许难以察觉的腐败气息。我严肃地对独角虫说道：“保持警惕，注意随时可能出现的精灵，但凡是表现出任何一点敌意都不要犹豫，直接攻击。”独角虫点了点头，小眼睛滴溜地望着四周。很快，我和独角虫就走出了安全地带，迈入了繁木森林内部之中。茂密的树林里非常安静，有的只是在啃食树叶的绿毛虫和一些隐藏在灌木丛中的走路草的声音。忽然，我感觉到肩上的独角虫身体一下僵硬起来，它的小眼睛紧紧盯着茂密树林的某处。来了吗？我眯起眼睛，随着一声嘹亮的鸣叫声响起，一只野生猎雀猛地从树叶中穿出，它锐利的目光直直地扫过我与独角虫，然后一个俯冲直接朝着独角虫袭去。使用吐丝，我快速命令道。独角虫没有任何犹豫地吐出丝线，旋即一道白色丝线迅速穿过林间，直接命中了猎雀的翅膀。翅膀的受创让猎雀心底一慌，速度也直线下降。趁着这个机会，我让独角虫再次使用吐丝，同样稳稳命中猎雀身体。2次吐丝的成功命中，注定猎雀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结束它吧！使用毒针。话音落下，就见独角虫尖角泛出紫光，数根毒针准确没入了猎雀体内。解决一只，我默默拿出俱乐部分发的摄像机，拍下了猎雀的惨状，然后继续朝着内部走去。要知道，猎雀是群居的精灵，一般森林中出现一只，就代表着绝对还有别的猎雀存在。果然，正如我所料，还没往前走多少路，独角虫就再次感受到了威胁。抬头看去，几道凶厉的身影正红着眼睛站在树冠上，而且其中一只体型比其他猎雀大上几倍不止。